前呢，我去看了金鱼展，然后在那个展览上拍了很多照片。之后我把这些照片放到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言交换的网站上面。一个经常帮我修改日语文章的 U 桑，他跟我说他买了一个新手机，问我能不能教他那个用手机拍出好看照片的方法。一开始我觉得，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，因为我的日语不是那么的好。但是呢，我想如果我经常练习的话呢，对我的日语水平肯定是有帮助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。另外的U桑，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加容易理解，我觉得拍成视频的形式是更加方便的。我也会制作好字幕，方便各国的朋友一起来学习摄影。因为我的日语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如果我把它翻成字幕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，或者是我的语法上面有错误。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呢，请你们在下面给我留言，教会我正确的日语的说法。谢谢大家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摄影教室的第一节课，当当当当。那么第一节课我们的主题就是用什么器材拍照比较好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么大的讲究吧。我现在用的器材呢，是一个是佳能的5D3，还有一个是索尼的黑卡3。当我没有带那个照相机的时候呢，我会用那个手机拍照。我用照相机拍照只是我的一个习惯而已。我觉得那个拍好看的照片和这个器材的关系并不是很大。当然，有一方面要提到的就是，如果你要把那个照片输出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用相机拍比较好。但是一般情况下，手机拍照、相机拍照，无论你用什么器材都是 OK 的。我使用手机拍照的情况虽然不多，经验不是很多，但是为了给大家介绍这个各种各样的摄影方法呢，我也是会努力的。首先呢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手机拍照和照相机拍照它的这个效果。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技术好的话，应该是效果差别不大的，尤其是只在那个互联网上面分享的情况下。先给大家看那个，这是我在那个捷克的街头拍的，那个时候刚刚下过雨，然后地面上比较湿，然后就有倒影嘛，然后还把自己的那个影子也拍进去，算是自己的一个自拍照。下一张照片呢，是在奥地利的茜茜公主的那个牛肉汤的那家店里面拍的。我这个人呢有个缺点，就是看到吃的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。这个时候觉得，再拿相机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麻烦了，直接就手机咔嚓一下拍好就开始吃了。但是后面觉得拍出来效果也挺好的。如果说这个放在那里做一个产品的，或者是介绍面包的照片，我觉得还是 OK 的，也是蛮好看的。然后再放2张布拉格拍的风景照，这个是拿5D3拍的，所以看起来这其实就是说，可能你们会觉得风景照的场景更大气一些，但其实是看你拍什么东西，手机一样也可以拍出这样的照片来的。所以说，到底说这一次的主题究竟该用什么器材拍照好呢？我的答案是，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，那就赶紧去拍吧。无论你用什么器材，只要你喜欢，才有可能拍出好看的照片。你们说对吗？那么今天的 mini studio 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们对我的捷克照片感兴趣呢，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一下我公众微信号前2年写的捷克游记和奥地利游记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